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觀眾朋友記得幫我們節目按讚，並且留言區希望跟我們互動，可以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的來做回復。也歡迎大家呢幫我們在影片按下熱推薦，或者是在留言區寫下熱推2個字，那麼一起來跟我們做互動。今天大主題會來關心到的是飛彈雨來了，來自於這一場美伊戰事哦。伊朗開轟第5艦隊，另外就是伊朗的地下飛彈城補血復活。川普此刻逼了阿曼在這個伊朗跟美國之間得選邊站，是不是有助中國打進中東地區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首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台北市議員侯煥庭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來看到第1條的火線話題：中東戰局是不是已經到失控？現在是誰都停不下來了嗎？伊朗跟美軍方面是從空襲飛彈到商船都在做打擊，這一場衝突還剩下多久的一個誤判空間？還是已經升級為更激烈的戰爭模式？第2件事情，大家還記得嗎？川普當時喊話說1週內就可以跟伊朗方面達成協議，但是現在看起來完全不是這樣子的。戰場大家互相飛彈互射，地下基地已經在伊朗的方面快速的復原了。美方是不是又再一次低估了中東火藥庫呢？第3件事情，現在呢，川普要阿曼選邊站了，但是其實呢，阿曼不一定得這麼依靠美國，因為呢，他另外一方面跟中國大陸深度的綁定，這個原本的中立的調停者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大國角力的破口，改寫整個波灣的戰略平衡？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中東局勢，我們要趕快來關心到的是火線。本來只是一些局部零星的衝突，但是現在看起來變成了美伊之間的連鎖報復行動。我們趕快看看他們做了哪一些打擊哦。先來看伊朗，伊朗的革命衛隊对美軍的第5艦隊巴林總部跟他的空軍還有他的直升機基地發動了飛彈跟無人機的攻擊。另外呢，在海上還對美國的貨輪，包括了這個叫帕納亞號跟他的地中海薩里斯卡號發動打擊。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美國其實在前一天才攻擊了伊朗。我們來看到美國的動作，再度的對伊朗的一個通信塔發動空襲之外，美軍的炮火還擊中了伊朗的油輪聯星號等等一系列的打擊。針對於伊朗的攻擊，美軍的中央司令部也急忙強調說，目前為止呢，其實不用太擔心，已經成功攔截了所有來自於伊朗的飛彈跟無人機的攻勢。但是現實是包括了看到巴林、科威特等多地一直不斷的響起各種的警報。雙方的戰火現在可以看得出來是越來越激烈了，會不會失控？川普還說1週內會達成協議，真的有可能嗎？委員怎麼看？川普這個人長期以來就是自說自話、自導自演的高手哦。那麼川普說很多事情都會達成協議哦。如果川普說的都成真的話，俄烏戰爭早就結束了。到現在俄烏戰爭還在天長地久的打下去，不曉得要打到哪一天了。那麼當然，對川普來講，他之所以要不斷的強調說馬上就要達成協議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很顯然的，川普並不想再次的進入這個美伊的戰場，他並不想再次进入伊朗的戰場。所以呢，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美伊的停火，坦白說是一個很脆弱的很不穩定的停火，就是宣告停火很容易，達成協議很難。所謂的宣告停火很容易，就是說呢，現在就算你跟我零星的打一打，我們彼此還可以說是停火哦。雖然這已經看起來不像是停火了，這就是一個明明就不是停火的停火。那麼只要大家還願意演，那麼這個停火就持續下去。但是要達成協議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那麼所以在過去這幾週的時間，我們不斷的看到美國跟西方媒體在上演一個戲碼。這個戲碼就是你又看到新聞公布說，美媒表示這個美伊幾乎要達成協議了哦，然後呢，甚至上週我們還看到說這個協議的草案已經放在川普的桌上了，等待他做最後的拍板定案。可是每一次這樣的新聞釋放出來之後呢，都被伊朗打臉，或者是每一次這個新聞釋放出來之後呢，很快就無疾而終了。所以川普在演什麼？他就在不斷的上演達成協議的戲碼，用達成協議這樣的一個利多訊息來拖延
這個停戰的時間。因為當然拖得越久，對他相對來說越有利啊。他坦白講就是想閃人了嘛。那麼能夠拖久一點，能夠不要回來，就是最好的。对。可是但是很難吶，很難的原因很簡單。第一，全世界都在看啊，就你要達成協議，你總要有個協議啊。你現在夾着尾巴逃回去了，就算你拿古巴來出氣，可是大家都知道你在這個伊朗是受到重挫了，你是顏面盡失的。所以呢，橫豎你還是要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可是問題是，這個協議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嘛，因為雙方的要求跟立場完全是天差地遠的。伊朗所提出來的要求是美國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美國接受了伊朗這個要求的話，不但退回當時伊核協議，還倒退1萬步啊！那這場戰爭是白打了哦。可是對伊朗來說，他付出這麼大的代價跟犧牲，他如果沒有達到這個最終極的目標，他的人都是白死嘍。所以其實坦白講哦，就現在看起來這種脆弱的、不穩定的停火協議，這個停火的這樣的一個宣告，隨時都有可能破局。那麼對伊朗來講，我根本就認為他早就已經做好準備了哦。他看這個第5艦隊，看美國的這些艦隊去封鎖他的這個荷姆茲海峽，已經看得很不順眼了哦。那麼只是因為礙於停戰這2個字，所以實在是找不到什麼理由來攻擊他們。可是今天如果這個局勢持續的這個惡化下去，大家從原先的零星的小打小鬧哦，到這個稍微具有規模的一些衝突之後，很快的這個所謂的宣告停火就會馬上破局了。那麼對伊朗來說，他早就準備好了。該修繕的東西都修繕好了，該重新生產、重新補給的也補給完畢了。伊朗早就準備要打下半場了，現在就是看川普敢不敢一起下場來打這場仗啊。好，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第一波嗎，是成為最近期來伊朗最大的一波的一個軍事打擊，除了是在往第5艦隊的方向，還有這個空軍基地。而且另外一方面，其實呢，現在同一時間，其實外界最擔心的是，剛剛委員也特別幫我們提到了有關於它的這個飛彈的一個修復的一個進度，尤其是地下飛彈城。因為呢，現在說這個飛彈城的修復進度已經高達了70%。我們來看一下細節，是 CNN 做的一個最新報道，他說呢，被伊朗打的當時破壞的地區包括18座的地下設施跟69個隧道，但是呢，關鍵點是50個已經完成了修復，而且飛彈城呢，美軍真的要拿下真的很困難，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因為它地層非常的深，所以呢，美軍不斷要去打這個很精準的飛彈之外，還要用這種重型鑽地彈，還要有完整的情資等等。但是伊朗現在要修復有多簡單呢？只需要派他的工程車跟他的施工团隊。伊朗的副司令最近呢，又很有自信的在喊話，他說：“伊朗永遠不投降，戰爭不可避免。”飛彈城會不會成為非常對於伊朗來說非常重要一個成功的關鍵？幹哥怎麼看？你看看伊朗哈，當時在就是說去年那個12日戰爭哈，當時就已經被以色列打個稀巴爛。可是他現在你看69條隧道，這很多啊，對不對？已經修復50個了，而且我可以告訴你，修復絕對沒有你想象中那麼困難。知道為什麼嗎？因為當時美國用的是所謂是不管炸彈之父啊、炸彈之祖啊、GBU-57啊、超級鑽地彈。你打下來之後，你把設施摧毀了，可是你沒有把那個地方夷為平地啊。對。所以老實講一句，只要工程車能夠再開進去的話，你能夠再把那個隧道給打開的話，你就很容易修復了。而且修復沒有太大的科技成分在裡面，你只要有工程車，你只要有重型挖土機，你就可以做得到。所以7個月來，69條隧道，現在有50個出口。已經被修復完成了，也就是說，它恢復率已經到70%。你覺得這是很困難的事情嗎？完全不會，完全不會。而且我可以告訴你，伊朗的地下飛彈城不僅僅是在伊斯法罕而已，還有很多個周邊的衛星城市都有四通八達的道路。其實說句實在話，這個連 CIA 到現在都沒有搞清楚他們的地下飛彈脈絡跟網路究竟有多麼複雜？所以說到現在為止，你說它的恢復的程度會讓人家很驚訝。CNN 特別去做深度報道，他才發現說，絕對不是國防部，絕對不是赫格塞斯當年講的那樣。赫格塞斯在這個用了 GBU-57之後，他就說，從此以後你們伊朗再也沒有國防工業了，因為都被我們美國人收拾得乾乾淨淨。真的是這樣嗎？其實不是這樣哦。據報，伊朗至少還有1000枚戰術飛彈。
這些戰術飛彈只差沒有裝上核子彈頭而已，它就會變成貨真價實的核子武器了。所以美國為什麼那麼緊張？為什麼一定要你交出濃縮鈾？就是因為他知道伊朗的庫存的地對地戰術飛彈還有很多，而且不是用數據統計的出來，沒有辦法統計。為什麼？因為伊朗已經準備了20年了。所以你在現在看這種情況，你就會發現說，哦，原來伊朗真的它能夠恢復得這麼快，沒有錯。而且它現在最重要的是，他們得到一個新的訊息，就是說伊朗已經全面恢復無人機的生產。大家知道，無人機的生產技術多拜中國之賜。俄羅斯現在用的最好的、最普遍的叫見證者無人機，那是一種大型的、可毀的、可自毀的無人机，但它不是那種小貓咪、小蜻蜓，不是那種，它是很大一架，擺到我們這個桌子上面的話，可能會占滿的，所以它是一種大型自殺無人機。俄羅斯用的最多的就是這種。現在伊朗现在全面恢復生產見證者無人機了，而且它恢復的程度會令美國很驚訝，怎麼會那麼快？所以你從這些種種的跡象你來看來的話，就是說伊朗已經完全準備好下一場戰爭，他接着要打了。那下一場戰爭什麼時候要打？就等着你美國犯錯的時候。所以我們就要看到說，他們已經準備20年，所以說他的再20年的力量，他一定是有些蓄積出來，只是他沒有在宣傳上面告訴你說我還有什麼東西，我還有什麼能力。其實老實講一句，伊朗的韌性就是這樣子，它是一個古文明，1000年的古文明。所以說他必須，他知道說他能夠有的優點在哪裡，缺點又在哪裡。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川普沒有想清楚這件事情，應該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它解決掉的話，對於伊朗而言，他只有是以逸待勞。為什麼？因為你不可能再發動像上次那樣的作戰，因為那太昂貴了。美國國內的輿情絕對不會答應再這樣對付伊朗，而且伊朗可以說恢復的能力的話，我覺得比以前要更加的強。所以這個就是說，戰爭不宜再繼續下去，會越陷越深。好，所以隨着看到這個伊朗的飛彈跟無人機現在恢復大規模的做生產，美國當然很緊張了，希望能夠趕快的做和談。那他現在的重點是說，到底和談有沒有望？那他把這個問題也怪在阿曼的身上，想說，你阿曼到底在搞什麼鬼啊？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處理好有關於這個美伊之間的和談問題？所以呢，他要求阿曼，你這個時候要選邊站，因為他開始懷疑呢，阿曼是不是有在協助伊朗，包括對於荷姆茲海峽收取通行費，傳出美國還要阿曼直接跟伊朗斷交。那這一次阿曼會不會這麼聽話呢？大家也在猜，原因是因為其實近年我們可以看到阿曼跟中國大陸的關係越來越好，包括在彼此在經濟上面的綁定。尤其是在2016年，當時簽署了一個是杜庫姆港50年的合作協議，中方的投資金額也非常大，高達了100億美元。美方情報單位現在擔心的事情是，這一次會不會複製？中國會不會複製比照當年的非洲布吉地的模式？也就是說，從建設在當地的商港開始，然後呢變成工業區，這些都是經濟上的模式，然後再轉為在當地直接建立軍事的存在。這個是美方所擔心的。那接下來原本比較中立的阿曼，在美國要求要跟伊朗斷交之下，會願意同意嗎？那中國可能在阿曼建立所謂的軍事存在嗎？那阿曼又會同意嗎？漢庭怎麼看？首先，因為阿曼他在傳統的外交就是誰都不得罪，是溫和中立不結盟的代表，所以他對伊朗呢本來就是好鄰居，而且呢也是德黑蘭非常信任的一個對話窗口，對美國也是長期合作的夥伴，而且讓美軍來使用他的港口設施。對中國大陸呢，他也是一帶一路的積極響應者，所以他跟大家都好。但現在因為戰爭的關係，美國逼迫他要選邊站。但阿曼基本上還是不會改了。因為中立就是他的立國的根本，他如果放棄中立，等於自廢武功。再加上過去從2015年他促成了伊核協議，到近期呢，他也去調解美伊的談判、也門的停火，所以他中立的調停者是他過去這麼多年以來累積的聲譽跟國際資產。那他總不會幹掉自己砸了自己招牌的事情。
而且地理的環境就長在那邊，他就跟伊朗來共享荷姆茲海峽，他也不可能去得罪伊朗，那他呢也不可能去徹底倒向美國，所以这是他仍然会保持中立。那现在大家關心的是說，美國施壓有沒有可能把阿曼推向中國呢？只能說有可能，因為這是一種推力效應。首先在經濟方面，那中國大陸是阿曼最大的貿易夥伴，它的杜庫姆港項目幾乎是整個阿曼國家轉型的重要世紀工程。所以，當美國一方面揮舞着制裁大棒的時候，那中國大陸的投資合作就覺得，你更加可靠，而且也无害。那因為呢，在政治上面的对比，中國大陸長期強調不干預內政，他也很支持阿曼彼此之間的斡旋跟中立的這個狀態。這和美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形成了鮮明對比。所以阿曼的外交官巴德爾在跟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通電話的時候，就也說了，希望大陸能夠為地區和平有更大的貢獻。那因此呢，雙方在美方不斷的施壓，大陸這邊呢展現了一種人畜無害的狀態，包容的狀態，反而更有可能讓阿曼倒向中國大陸，或內心就更加偏好中國大陸嘛。所以這不僅是一個所謂海峽的通行費，它其實也揭示了幾個趨勢。第一個就是美國角色的改變，從過去它是安全的提供者，現在呢變成了威脅的施加者啊！你不聽我的話，我就整你啊，對吧？那以前呢，它是透過利益捆綁的方式，大家來跟美國一起討好處，但現在就退化成為武力威脅，你不聽我的，我就炸你啊！那反觀呢，是中國大陸的模式越來越吸引人，因為大陸也是和平的斡旋者跟和平的倡導者，然後不斷強調，反正大家一起來賺錢拼經濟，那大家就自然的更加喜歡。所以對於阿曼來說呢，中立是必然的。那對於世界來說，其實可以看到是整個舊秩序的裂痕。阿曼的一個抉擇，也可以當成是整個國際關係走向的一個小小風向標。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現在另外一場戰事，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俄烏戰事，普丁是不是豁出去了？最新消息，一共是出動了656架的無人機，73枚的飛彈，創下了紀錄哦，狂炸烏克蘭。澤倫斯基這時候喊說，俄羅斯恐怕除了這一次的大規模攻擊之外，恐怕在48小時內還會發動下一波攻擊。他說這是從美國得來的情報，並且向川普急討愛國者飛彈。俄烏戰事是否走向終極攤牌？今天會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幫我們做留言。如果您認為接下來普丁會在夏季發動大總攻，可以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這個戰事還會拖好一陣子，可以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討論有關於俄烏的戰情。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最新消息，俄羅斯在2號的凌晨發動的這一起，說是戰爭以來單日最大規模的一次空襲行動，地點鎖定了基輔、中北部、哈爾科夫、扎波羅熱等等的城市，出動了600多架無人機、70多枚各式飛彈，重點是竟然還有極音速武器也一起瞄準這個烏克蘭，對準當地的燃料庫、運輸節點跟軍用的機場。除了這一些基礎設施受到攻擊之外，我們來看到也有非常多的人員傷亡，包括17死跟130多個人受傷，50多棟建築遭到破壞。當時在狂轟的一個過程當中，許多的烏克蘭的民眾是趕快跑到了這個地鐵站的下面去躲避，並且他們回顧當時到處都是煙和廢墟。我們以為世界末日到了，所有的東西都像是燒焦了。他們說呢，當時所有的東西，包括被瓦礫啊，還有這些煙霧，甚至是灰燼都給覆蓋，真的把他們給嚇了一大跳。那麼最新呢，我們來看到澤倫斯基繼續的示警，說他得到了情報是來自於美國的情報單位給的。接下來在48個小時之內，普丁還會發動下一波的猛攻，所以他在此時趕快急喊川普總統，希望趕快拿到愛國者飛彈。他也坦承，現在防空是烏克蘭最大的一個弱點。俄軍一個晚上發動了規模最大的一場空襲行動，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在為
接下來的夏季總攻來鋪路嗎？還是它有其他的原因？俄烏戰爭會不會接近攤牌？幹哥怎麼看？好，這一場這個空襲可以說是這幾個月來最大的規模的一次。你知道為什麼嗎？一夜之間發射了656架無人機，就一次啦。這個規模太大了，而且最主要的並不是你發射的600多架無人機，而是還發射了73枚飛彈。這裡面什麼飛彈都有。有真果樹，有伊斯坎德，還有極音速武器。那你豈不是精銳盡出了嗎？那其實我今天這樣子講這個數據，你可能不太有感覺。我告訴你，基輔車站一片煉獄，因為一聽到防空警報基輔的市民一定是往地鐵躲啊。以前的規模還不大，因為他們覺得說俄羅斯飛彈不準，現在很準了。現在大家都真的，一聽到警報就會躲下去。6月2號當晚躲下去4萬名市民，這4萬名市民躲下去，我跟你講那慘不忍睹啊！你知道為什麼？抱小孩的，然後披棉被的，什麼一堆，就這樣躲下去。你看到那個場面，就好像你看到世界末日那個場面沒有兩樣。這種場景，你會覺得說，這個不應該是現代社會有的吧？現在還在基輔上演，我真不知道澤倫斯基你怎麼能夠睡得着覺？你的人民不時要躲防空警報，因為防空警報對我們來講，尤其對我們台灣人來講，可能是60年前的記憶吧。現在不是啊，現在不僅僅是基輔啊，扎波羅熱也是這樣子，然後還有很多城市也是這樣子。那你就會覺得說，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俄羅斯不是現在正在跟美國斡旋啊，可能快會有一些結果出來了嗎？普丁為什麼在這個階段還要發動這麼大的攻擊？而且澤倫斯基他也講了，明天可能還有一波更大的攻擊。也就是說，等我們節目播完了，又有更大的攻擊。入夜以後，當然在他們那邊應該是白天了，會有一波更大的攻擊。這次攻擊造成17人死亡，有一種說法是22人死亡。然後反正你就會覺得說，這好像有點反其道而行了嘛，對不對？這到底怎麼回事？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告訴各位為什麼？因為在上個禮拜，烏克蘭才剛剛也是一夜之間出動了300架無人機，而且其中有一半被擊落，148架被俄羅斯的防空系統擊落。可是俄羅斯的，包括盧甘斯克盧甘斯克大家就知道，屬於本來是烏克蘭的那個自治州，那因為裡面住的比較多俄羅斯人，結果也被攻擊了。對，等於是烏克蘭去攻擊自己以前的領土，然後打死了22個人，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其實反而是到了停火邊緣，衝突反而更劇烈的原因究竟是出在哪裡？其實我可以跟各位講一點，俄羅斯今年的 GDP 的成長你很少聽到有人會衰退的。俄羅斯的經濟成長GDP 可能會衰退到只有0.4%而已，遠低於去年跟前年的經濟成長。本來如果照正常沒有戰爭，他今年的 GDP 要成長1.3%的，他說現在連0.4都保不住了。所以原因就很簡單，就是告訴你說，我們現在需要360億盧布的特別經費，要特別加強什麼？加強守住前線。那我們說句實在話，川普在這裡面到底扮演成了什麼角色？而是說，我們今天看到那個基輔被攻擊的那個慘狀，同樣俄羅斯的發電廠跟飛彈雷達站一樣遭受攻擊。在這種情況底下，那我想請問你，到底誰是贏家？我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誰是贏家。我們必須要去問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俄羅斯要發動夏季總攻勢的話，那還要再死多少人？而是說，今天我們要看整個戰場的走向，已經到了都是用無人機互轟，你看不到實際的作戰，你看不到實際的戰果在哪裡，而是說不斷的有人命的損傷以及經濟損失。為什麼？大家知道現在烏克蘭一年生產多少無人機嗎？20萬架。
20萬架不到1年就用光了，然後你今天造成的這些經濟損失，老實講一句，你可能很久都沒有辦法回復的。所以我認為，接下來普丁如果發動更瘋狂的攻擊的話，澤倫斯基跟美國要愛國者飛彈，那又是一個錢坑了。因為愛國者飛彈大家都知道，一枚要300萬美金，用愛國者飛彈去攔截俄羅斯的極音速飛彈，那是划不來的。可是划不來，他也是一樣要。為什麼？因為這樣子他才能夠穩坐他的總統大位。我說句實在話，如果國際調停再沒有一個結果的話，俄烏前線已經幾乎變成一個人間煉獄，真的很值得所有愛好和平的大眾們多多關心的。好，我們看到這個夏季來了，現在不管是俄羅斯發動這個大規模、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單日攻擊之外，其實呢，剛剛幹哥也幫我們提到了，烏克蘭在近幾個月同樣也是發動了非常多波的攻擊，而且主要的就是原因是他們大量的生產無人機，並且使用無人機去攻擊俄羅斯。所以最新有來自於戰爭研究所他所做的一個數據顯示說，他們認為烏克蘭最近確實戰力有大大的提升，而且他們甚至還說這個戰場開始出現了一些的翻轉，這是戰爭研究所所說的。那麼我們來看到最近烏克蘭又有哪一些攻勢，包括在1號這一天，烏克蘭使用它的無人機部隊對俄羅斯本土發動了另外一波的反擊，打的就是俄羅斯的煉油廠、它的燃料庫等等。澤倫斯基直接統計，他說1到5月已經攻擊了15座俄羅斯的煉油設施。再來 CNN 指出說，光是4月份，烏克蘭奪回的領土是多於俄羅斯佔領的面積的，這算是俄羅斯從這個2024庫斯克事件之後首次出現的領土淨流失。好，比較敏感的事情是，剛剛其實幹哥也幫我們提到了嘛，現在俄羅斯的這個經濟狀況是不是已經發生一些比較大的問題？尤其是來自於這個彭博社所做的一個報道，他說有從內部取得的文件顯示說，俄羅斯的財政部跟央行官員警告普丁說，戰爭開支讓他們快要撐不下去，恐怕導致這個國防支出太大了，到了一個危險的程度。這個也是要特別來做關心的。那一邊是俄羅斯的財政問題，另外一邊我們看到是澤倫斯基的防空非常的脆弱，消耗戰到底誰會先撐不下去？那委員怎麼看？對，俄烏戰爭從開打到現在這幾年間哦，事實上在前幾年，其實俄羅斯跟烏克蘭哦都有一點綁手綁腳哦。那對烏克蘭來講，它最主要綁手綁腳的原因是因為美國限制它去攻擊俄羅斯的本土。那對俄羅斯來講，它綁手綁腳的原因是因為俄羅斯根本就沒有打算把烏克蘭給完全併吞掉，它只是希望能夠把烏東地区原本屬於烏克蘭的這個當時這個贈予給這個原本屬於俄羅斯贈予給烏克蘭的這個土地能夠拿回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在原先這個前幾年哦，雙方的戰場就局限在烏東地區，所以呢彼此都有一點綁手綁腳哦。但是後來呢，當川普當選之後，川普試圖介入，然後呢主導和談失敗之後呢，美國反而撒手不管了。在美國撒手不管之後，對這個澤倫斯基來講，他就認為他可以放手的去攻擊俄羅斯的本土了哦。那麼再加上歐洲的國家在背後鼓吹，所以你就會看到在這段期間，俄羅斯的這個本土的不管煉油設施或者一些城市，甚至連莫斯科，都不時的會受到來自於烏克蘭的攻擊。那現在這件事情呢，就對俄羅斯某種程度造成壓力了哦。那对俄羅斯來講，他原本的盘算是什麼？是我只想把我當年蘇聯贈送給你的土地拿回來。可是你現在已經打到了我的本土，你影響到了我的煉油設施，你甚至造成了我民眾心裡的壓力了。那麼俄羅斯必然不會等閒視之啊，所以俄羅斯乾脆我就放開手來打了。所以我原本只打你烏東地區的，我現在連烏西一起來。所以為什麼基輔會有這麼大規模的被轟炸？俄羅斯在前幾天就已經跟美國和西方的國家做過宣誓嘍，希望他們儘快撤僑了。所以因為他馬上要對基輔、對烏西地區發動全面的攻擊了。所以這場戰爭呢，當大家都放開手來打的時候，到底誰比較倒霉哦？那麼說實話，我還是覺得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哦。但是更重要的點是，俄羅斯還沒瘦死啊，它不是一個瘦死的駱駝，它是一隻老虎。哪怕這老虎可能有一點老了，年老力衰了，但是對付烏克蘭仍然是綽綽有餘的。所以今天你讓俄羅斯放開手打你烏西的時候，他手上所有的武器都會丟出來哦。那對烏克蘭來說就是災難性的毀滅了。
所以接下來如果要問我說誰到底先撐不住，只要俄羅斯持續維持這樣的攻勢跟密度來攻擊烏西地區，烏克蘭馬上就撐不住了。好，等一下同一個問題，我們也特別請教漢庭。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來特別關注到一個國家，就是這個北約跟這個羅馬尼亞的關係。因為呢，俄羅斯它前幾天有一架無人機哦，傳說是誤炸，或者是說直接穿越了羅馬尼亞它的民宅，那引爆北約強烈的抗議。但是呢，並沒有啟動所謂的北約集體防禦哦。俄羅斯前總統直接放話說，安寧的日子已經結束了。所以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到底北約的紅線在哪裡？怎麼樣才可以就是啟動所謂的集體防禦來保護自己的盟國？那漢庭怎麼看？先說前面啊，這是一個俄羅斯的財力对抗烏克蘭外援的競賽。俄羅斯的挑戰是在內部，能不能夠在不動搖社會穩定的前提之下，長期承受着財政的壓力和人力的耗損。那烏克蘭的生死則完全繫於外部，就西方這些盟友到底還能不能夠繼續的輸血？那目前來看呢，是俄羅斯憑借它有更大的體量，它對痛苦的耐受程度比較高，所以呢，它的这個經濟上還可以有消耗。但是烏克蘭如果它也能夠源源不斷的從西方各國拿到武器跟資金，就能夠把俄羅斯陷入更深的這個泥淖。所以短期來看，誰也沒有辦法徹底把另一方給擊倒。那長期來看，就看俄羅斯的綜合國力跟烏克蘭的外部支持，那誰先出現斷裂？至於看到北約的紅線呢，那當然就是雷聲大雨點小。目前說，你看我們有譴責啊，有召見大使啊，什麼這個加強一些部署預警機啊，但最關鍵的是，它沒有啟動北大西洋公約的第5條集體防禦，只啟動第4條協商。這就表示這個集體防禦呢是啥？第一個本來就很模糊嘛。這一次北約把事件定性為是俄烏衝突的外溢跟一個意外，它不是俄羅斯對北約的蓄意武裝攻擊，那就不能夠用第5條了。好，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當然是因為大家也怕打仗啊，要跟有核武的這個國家俄羅斯開啟全面戰爭，是任何理性決策者都會避免的噩夢。所以只要有口頭警告和這個防禦性升級，就能夠達成目的。你出事啊，對吧？那我也講話了啊，我們就避免事態升級，能夠有一個謹慎平衡。所以呢，我們守護每一寸領土啊，這是一個政治口號。但真正的具體反應，那個軍事啦、外交上都是要算錢的。如果真的打起來，我們國家怎麼吃得消？我們北約這個怎麼搞？所以北約的紅線當然是一個彈性的政治光譜，不是一個一觸即發的軍事武器。因此呢，在和平時期和北約的保障是一種神聖宣言，但在戰爭邊緣其實是一個計算公式啦。所以對西方來說呢，用烏克蘭的鮮血繼續去消耗俄羅斯就好，要我們自己親自出場，算了吧，算了吧。好，謝謝漢庭。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美國會不會陷入債務陷阱呢？歡迎觀眾朋友今天跟我們一起做留言哦。如果您認為會的，那幫我們留言寫1，會陷入困難、非常危險的一個困境當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目前的狀況還好，幫我們在留言寫下2。今天要來特別關注到的是呢，美國的40兆美債黑洞現在正式的吞噬了美元哦。全球央行現在大逃亡，改爆黃金。另一個美國內部的問題就是信用卡債的問題了，中產階級陷入在債務的深淵當中。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歐洲央行的最新報告丟出了一個震撼彈，原因是因為呢，我們來看到全球官方的儲備資產佔比，這是在2025年所做出的一個資產佔比。大家看到這個第一行哦，其實呢就是黃金，黃金現在佔這個全球的資產佔比已經達到了儲備資產達到了27%，第2名的沒有想到竟然是美債，也就是22%的一個比率，已經遠低於黃金了。等於說過去幾十年美債一直都是一個終極的一個保險箱，現在被黃金給反拆，大家也開始關心了，說美債
還還得起嗎？外資我們也發現它開始出現了許多撤退的跡象。哪3個國家現在開始大賣美債呢？其實比較多比例的是在日本跟中國大陸的部分，土耳其也佔一部分的比例。外資減持幅度高達光是3月份1384億美元。今天我們要來特別看到3位專家怎麼評估美債跟黃金呢？首先我們來看到的這位是末日博士，他說呢，美債這一波並不是只是修正而已，而是全球的主權信用開始重新定價了，危險程度他直接說了超越金融海嘯時期。再來看到這一位是《富爸爸》的作者，他也直接說了白話，他說黃金過去1年漲幅高達65%，如果呢你把資金放在存款的話，這個利率只有4%，當然很明顯的這個資金就會直接流向黃金了。再來，我們特別看到的這一位是礦業的傳奇人物，他也發表了他的意見，他認為接下來黃金會在3年之內上看17250美元，而且他認為說呢，黃金在大多數的時間，其實大家把它視為是一個商品，但是其實黃金還是有1成的機會，也就是在這些關鍵節點，像是一個國家的信用震盪的時候，會回歸作為一個終極的儲備資產。接下來有可能的事情發生，就是一旦美元失去信任，黃金馬上就會接下來做接班了。那麼推升黃金的另外一個動力，很諷刺的，其實還是來自於美國內部的債務的壓力。從雷根時期，當時的美債高達了1兆美元，但是如今不得了了，光是利息1年支出就快要1兆了。難怪現在占政府的支出大約達到14%，難怪現在大家也不信任了美債，成為黃金一個推動它的價格的一個重要動力。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現在許多國家的央行開始減持美債買黃金，代表不再看好美債嗎？接下來會不會進入所謂的美債的惡性循環？委員怎麼看？好，我先講一下剛才這個思敏跟大家提到的兩個國家啊，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中國。那麼日本跟中國大陸拋售美債的出發點的考量不一樣哦。就日本拋售美債的原因，就是因為日幣現在大幅貶值，所以這個日本的央行必須要救日本的這個日元哦，他沒有辦法讓日元現在這樣持續的下跌。如果很關心日元的，或者常常到日本去旅遊的朋友就知道，日元在過去這段期間跌的簡直是不像話的低了哦。所以呢，這個日銀在過去這段時間，它的操作方式很簡單，它拋售美債，然後來買日元哦，來做這個貨幣的操作，就是希望穩住日元的匯率。因為日元的匯率如果在持續這樣子嚴重的這個瘋狂下跌的時候，對日本的經濟會造成衝擊哦。那麼對中國大陸來講，它拋售美債的原因是為了地緣風險啊，就是當他們看到了美國是怎麼對付這些這個具有敵意的國家，比如說對付這個俄羅斯，對付其他的這個美國看着不順眼的國家，就是任意的就凍結它的海外資產了。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其實它拋售美債來改用黃金儲備，已經操作了很長一段時間了。那你更不要講說中國大陸看到了這個普丁當時這個非常優秀的這個俄羅斯央行行長，他很早就已經在做這樣未雨綢繆的事情了。所以在俄烏戰爭發動的期間，就算俄羅斯的海外資產被凍結，他都已經在過去那段期間把一部分的資產做調整了哦。所以其實像中國大陸在做這樣的一個布局，當然就是為了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地緣風險哦。那麼我們現在看到，剛才大家看到的數據說，現在黃金已經占到了這個各國的資產儲備的第1名嘛，占了27%。那當然最主要就是2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我剛才提到了，中國的考量不只是中國。不止中國大陸，很多國家也有同樣的考量啊。因為誰知道哪天美國會不 like 我呢？誰知道哪一天美國想要染指我的領土呢？誰知道哪一天我跟美國沒有衝突呢？包含中東這些國家，他們這一次看到了美國在這個中東的這種表現，大家心中都心有餘悸耶。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一定要分散風險啊。這種地緣政治的風險，當然就牽動到了你的資產儲備的布局哦。所以呢，這是第一個原因，大家就會開始想說，那我乾脆換點錢變成黃金好了。誰知道哪天我跟美國有任何衝突的時候，我的資產等下全部都被凍結了怎麼辦？那麼第二個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美債嘛，就是你要他持有美金、持有美債的前提是那要值錢呢。各位知道，資產儲備是一個國家發行貨幣最重要的基礎。那所以我手上要有足夠的這個資產，我才能夠發行足夠的這個
等同資產的貨幣出來，大家才會相信啊。那麼問題是，如果我現在持有的美債跟美金看起來一直不斷的這個價值在流失當中，那我當然就會想說，那我要不要換一個別的方式去持有？包含剛才大家看到的數據，黃金在過去這段期間，其實雖然現在價格有往下修正哦，對，那麼但是因為這是跟最近聯準會的操作有一些關係，但是長期來看，就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黃金的這個漲幅是驚人的，所以前一段時間當中國大陸把這個美債換成黃金的時候，很多人在嘲笑中國大陸說：“你看這個時候去換什麼黃金啊？美債好好的可以領利息，幹嘛要換個黃金呢？”結果沒有想到黃金就忽然之間一飛沖天了哦。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就很多國家就會受到激勵啊，想說既然是如此，我乾脆看起來你美國要搖搖欲墜了，那我不如再換一點黃金好了。那我回過頭來看哦，就是說現在美元跟黃金中間一個最大的變數在哪裡？在接下來聯準會主席的動作哦，因為聯準會主席的動作如果是照 Wash 先前所講的，他要採用縮表的策略的話，那麼在市場上的美金的流通量会大幅的限縮。那美金的流通量一大幅限縮之後，第一會造成整個全球經濟體系的危機哦，因為流動的現金變少了，還再加上在這個過程當中，銀行的利率也會提高哦，所以呢，變成很多資金可能會回流。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對美元跟黃金之間的彼此的這個互動哦，那麼當然就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是什麼呢？我要強調問題就是說，現在顯然看起來這個趨勢啊是已經朝這個方向在走了，所以這對美國來說才是一個最大的警訊哦，就是不管黃金的價格是不是小幅修正，大家持續的在拋掉美債，然後持續的持有這個黃金，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這個趨勢一旦成型了，當然对於美國的全球霸權來說，尤其是金融霸權，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啊。美元、美帝、美軍這三樣東西是美國捍衛住它全球霸權的三根支柱啊。這三根支柱如果一根一根都倒掉的時候呢，美國的全球霸權就不復存在了。好，那同樣問題，漢庭又怎麼看？就為什麼大家全球的央行要逃離美元呢？很簡單，就是因為對美元資產的信任度已經下跌了嘛。背後當然有多重的憂慮。第一個就是對美國財政的憂慮，你聯邦債務總額已經突破了38兆美元，然後你的國債利息支出高達1.2兆美元，佔整個聯邦財政收入的巨大比重。那你美國肯定是借新債，然後來還舊債的利息，已經陷入到這種惡性循環了。所以你的財政到底還有沒有可持續性？而且第二，大家也擔心你美國把美元主導的金融秩序來當成是一種武器，你來對我制裁啊！就比如說当初就凍結了俄羅斯的外匯儲備。所以讓各國意識到，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國家安全是繫在一個可能對自己呢動不動就不給我錢了，甚至呢是我自己的錢都不讓我領的這種銀行家身上，風險是極高的。再來第三，也是對地緣政治的風險對沖。因為當前的不論是俄烏或者是中東的這些戰事，那黃金作為一個它不是主權，然後也沒有任何信用風險的終極實物的資產，那理論上來說，它在越動盪的時期，當然是越加的珍貴。所以各國央行呢，不僅是說在逃離不斷膨脹的美國債務，而且呢，當然是把資金丟到一個更加可靠的資產，是大家更多的把錢從美債挪到了黃金當中。那目前美元的信用，當然它面臨到了結構性的挑戰，不過呢，也還沒有到崩潰的地步了，只不過支撐它的一些重要的基礎都在鬆動。第一個呢，當然是在經濟上，就我們前面說的，美國的債務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高赤字、高利息。然後呢，它在政治上的信用上，其實呢也飽受大家的質疑，尤其是川普上來，那你的聯準會還有沒有辦法繼續的獨立？然後你濫用金融的制裁，都在侵蝕全球對於美元體系中立和可靠的信任。那再來呢？目前大家去美元化的行動也已經有了相当的默契啊，不論呢是人民幣的這些上升，甚至是更多的本幣的這些互換，所以這是一場緩慢但是不可逆的範式轉移。好，我們看到這個是美國現在內部恐怕面臨的第一顆炸彈，就是眼前已經可以看到就是美債的問題。其實呢，現在內部美國內部還有第二顆炸彈，而且呢是已經正式引爆的第二顆炸彈。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信用卡債，現在也是創下了歷史新高。特別來看到的是來自於紐約的聯準會最新數據顯示，美國的卡債的部分在今年的第一季衝上了1.25兆美元，創歷史新高。而且你這個信用卡它的利率也是創下新高，達到了21%，是從2022年當時只有14%飆上來的歷史新高。大家也開始這個信用卡開始繳費逾期了哈，90天以上的逾期率現在來到了13%，創15年新高。民眾現在的問題不是不想還啊，是根本還不起，因為眼前他們其實有太多的壓力了，有太多的費用要繳了，包括要繳房貸、要繳房租、要繳醫療、食物啊、薪資，全部都追不上通膨等等。華爾街日報直接點出了最新文章，他說現在許多的家庭距離財務崩潰只差一次的意外發生，就可能掉入爬不起來的債務深淵。有這麼嚴重嗎？幹哥怎麼看？當然有那麼嚴重啊！有很多家庭啊，他只要再出一次，就是說你預料不到的重大問題的時候，這個整個家就毀了。那為什麼嗎？因為現在有一個名詞叫什麼？叫做生存型債務。什麼叫生存型債務？就我為了生存，只好把這個債往後挪、往後延，那個叫信用卡債。現在全美已經累積1.25兆美元的信用卡債了，相當於39兆台幣。你會想說啊，美國國債不是39兆美金嗎？对，除以30的話，等於他們的整個美國家庭的債務已經達到這麼高了。剛才思敏已經講了嘛，現在是最高峰的時候，平均利率信用卡一張信用卡21%，21%是不能夠被接受的。我現在來告訴你，還有比這更高的26%，你能接受嗎？好，真實案例。42歲的克拉克，他是在這個舊金山灣區的那個醫院的營運總監。你知道他年薪20萬美金哎，照理講的話，他不應該有信用卡卡債嘛，對不對？他以前都很守的，可是慢慢的買一點這個，買一點那個，後來他累積的信用卡債務到了1.5萬美金，相當於台幣大概47萬。他每個月他大概要繳2萬台幣的利息錢。然後他就說：“我永遠都在繳利息，我永遠沒有在繳本金。你要繳本金是不是可以？一個月要繳4萬？不行，我繳不起，繳不起怎麼辦？繼續繳2萬。”他說他用一個很生動的形容，就是說，當我發現這件褲子我越來越穿不下，就是我越來越胖啊，就代表那個債務跟他的褲子一樣越來越小，然後他的肚子越來越大，他就知道說這樣再下去不行，我整個人會毀掉，我的家庭也會毀掉。後來經過債務協商之後，他才在2年之內慢慢還清了。你要知道，這個是一個典型，但是他一定要遏制自己再用信用卡來以債養債。另外一個案子也是一樣，她也是醫院的助理，在緬因州，吉布森也是個女孩子，她本來過得好好的，她突然離婚以後完蛋。你知道她離婚以後，你知道嗎？她就開始購物啊，狂買。結果現在後來因為現在最近的這個物價都上漲，他到最後累積的是什麼？每個月要還1600塊美金，是5萬台幣。他有一天他說：“我乾脆從這個樓房上跳下去算了。我永遠都在還利息，我還不起本金。”結果我一發現，一看我辦公室裡面20個人裡面有1半跟我是一樣的，只是沒有我那麼嚴重而已。我們現在講的是什麼？是講一個美國很普遍的現象，你就可以了解到，他說。我現在賺到的錢要先繳什麼？房租、醫療、保險、食物。我繳這些之後，我根本沒有力量，我只好把這些信用卡卡債推到最後面，變成什麼？生存型債務。這就是美國現在所遭遇到的問題。好，川普看到問題了，川普說：“好，我現在他本人他說，美國銀行今年。”通通不准給我這個信用卡卡債達到10%幾，只能限縮在10%。不過這個優惠政策只有1年，1年以後我川普也管不了了。所以這個就是你知道嗎？標準的商人，標準的一個，就是說你看事辦事嘛，他就是這種機會投機主義者哦。老百姓很苦是吧？1年之內銀行不准提升利率到超過10%啊，解決民眾的問題。可是1年以後我就不管了。那1年以後會不會更嚴重？我告訴各位，保證
美國的中層勞工、中層資產階級的那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銀行也講，川普老大，你說現在限縮在10%是不是？那我們就不發卡，哇，那更不行，你知道為什麼嗎？如果你現在不發卡給中產階級以及更下層的階級，他們沒有卡可用的話，那他們根本就是走投無路。為什麼？因為他們連最起碼的消費都沒有卡來支撐的話，那就要付現金。沒有人有現金，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很標準、很典型的模式。所以這個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辦法解決。如果說川普，因為川普在第一任的時候，他是跟銀行綁在一起，跟人民對幹的。後來他是最近比较好了，還知道說要幫人民想，但也只有1年。1年之後那我們台灣有一句俗話，閩南話叫"水人顧性命"，就是你自己去顧你的命啊，政府幫不了你的忙。美國的真實的中產階級的狀況，我們現在不要講下層，下層是更慘，那些游民是更慘。中產階級他們已經到了，就是說他們不兼差就活不下去，然後他們就一定要被信用卡給綁住的那種狀況。我剛才講的那位醫護助理，他差點要去跳樓，結果他也是債務協商之後，他能夠緩下來了。現在他稍微喘一口氣，可是他說他現在再也不敢多買一樣東西，他連跟朋友去慶祝生日，他都要先想好，我們能不能各付各的，不然就不要去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川普只用聽話的人嗎？今天要來關心到的是親信可以接任情報頭子當政治打手，川普的政治打手嗎？另外一方面，川普下面的这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再度的清洗了美軍的裡面的人員，是不是川普軍隊他們要來一起做打仗呢？不顧戰力，只要忠誠嗎？現在是美國內部最大的一個問題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川普的內閣今天要關心到的是，又是一位重要內閣現在確定請辭了。這位今天要來特別關心的是國家的情報總監，他叫做巴加德。巴加德最新在 X 平台上面宣布他要請辭了，理由給的是這個，是為了照顧罹患罕見癌症的丈夫，但是呢，美國的媒體其實直接炸鍋了，他們不信這一套，他們認為說呢，其實他是被請辭的，包括了外媒跟政治圈都開始做了一個分析，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巴加德之所以請辭，是因為他是一個反戰的人，尤其對於伊朗動武這件事情上面立場是跟川普完全不同的，甚至呢，在這個政策的會議決策上面，曾經公開反駁他的說法，還丟下了一句我不在乎他說了什麼，更把巴加德排除在決策圈外。那麼這一位接班的人，今天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的就是他了。38歲的這一位是聯邦住房金融局局長，叫做普爾特，他來暫代國家情報總監。那他是誰呢？其實我们來看哦，他其實過去是一位非常支持川普的川粉，非常忠實哦。但是呢，他一直都在房地產跟金融領域啊，完全沒有任何軍事情報的經驗。所以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除了要管這個18個情報體系之外，他還要兼任房地產，包括了房地美跟房地美的董事等，還有房利美的董事哦，主管10兆美元，就只是因為他跟川普的關係很好嗎？那所以委員怎麼看？對啊，我覺得川普真的很妙哦，就是永遠會給我們帶來很多意外的驚喜。就是美國的人民現在選了一個250的總統就算了，那麼現在這個250的總統正在努力的組一個250的團隊哦，那麼你就會忽然發現他的團隊的用人標準實在很奇怪哦，那麼他就只用視他為偶像哦、唯命是從的這些人哦，那麼這是川普的用人標準哦，所以你就會發現說，哎呦，美國的海軍部長哦，居然是來自於金融界的人士哦，跟海軍八竿子打不到邊哦。雖然他後來離開了，然後你現在發現，居然連國家情報總監呢，都來了一個地產業的這個新秀哦，因為這個現在的這個
新任的这個國家情報總監，他們是一個重大的家族哦，在美國的地產業界是相當有名聲的哦。這個人相當年輕，才38歲而已，居然用了這個人來當國家情報總監了。那麼現在大家的關鍵的問題就來了，說這樣的人當國家情報總監，他真的能夠適時的整合18個這個美國所有的情報體系所累積出來的經驗跟資訊，然後向總統提出忠實的諫言嗎？這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啊！還是他永遠只講川普想聽的話哦？川普想聽什麼，他們就講什麼。所以你會發現哦，川普原本的這個250的這個總統周邊的團隊哦，原本就不怎麼樣啦，但是至少還有一些人會說真話，比如說像這個伊朗戰爭的時候 ，J.D. Vance 看起來顯然就是不太贊成哦。然後納坦雅胡跑到了白宮去做過簡報之後，連 Rubio 都出來說他簡直在鬼扯啊。那更不要講像加巴德哦，像很多這個當時的一些重要的官員，甚至連這個參謀會這個聯席會議的這個主席，他當時所提出來的也是很保留的意見哦。最後事實證明，這些人講的都是真的。就這些人警告川普的問題，後來都發生了。川普自己反而陷在了泥淖裡，因為他當時被納坦雅胡騙了，或者是呢跟着納坦雅胡一起興高采烈的上了那輛戰車了哦。那麼現在問題來了，你換到了另外一個聽話的人了，那這個人究竟接下來呢？川普能夠從這個人的身上得到應該有的一些情報資訊，來作為他後續的一些重大決策的判斷嗎？現在顯然看起來不行了。所以呢，最終這個團隊就會變成一個以川普這個250總統唯命是從的250團隊哦，就川普講什麼我們就往哪裡走，川普說的永遠都是對的。那我題外要再講一件事情，各位知道這個人啊，這家伙掌管的房地美跟房利美是什麼？是美國最大的這個所有美國現在的房屋的貸款都是。這個債務都是集中在房地美跟房利美身上。當時的次貸危機造成最大的衝擊，就是因為房地美跟房利美他們當時的債務發生了問題了。所以大家想一想，我們剛才講了，卡債、美債陸續都發生問題了。然後如果今天WASH要開始縮表，他把手上所有的債務要丟出來，將近3-4兆美元的債務丟出來了。在這個情況之下，房地美跟房利美他們當時所累積的這個房貸債務撐得住嗎？所以這個家伙未來就已經要面對美國接下來的這個金融衝擊了，然後你再把這個人拿過來兼任這個管理18個情報機構的國家情報總監，我無法理解川普是怎麼想的哦。但是就是川普，你就算想毀滅美國，也不要毀滅的這麼快，就是留一點時間讓我們慢慢看嘛。對，好，所以這個情報總監未來是由這位擁有房地產經驗，但是完全沒有軍事跟情報的人物來接任。那接下來對於現在大家最關心的這個美伊戰事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後續衝擊影響？那漢你又怎麼看？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看到了嗎？活生生在美國上演。那加巴德呢？我們都知道，他過去就是因為跟川普唱反調，他拒絕為戰爭背書，然後他也說美國跟以色列其實是有很大的盲點。那他呢，就從頭到尾都認為美國不應該陷入中東的戰爭泥淖，所以呢，就被趕走。講白了就是如此。結果換上來的這個我們說的這個普爾特，剛才大家也都提到，超厲害，對吧？房地產豪門繼承人，零情報、零軍事、零外交經驗，最擅長就是用他的這些金融局的職權來調查川普政敵的抵押貸款問題。過去就是當川普的政治打手，現在呢，一人身兼3職啊，掌管超過10兆美元國家資產跟全美的情報網絡。這個利益衝突在哪裡呢？啊，然後呢，所謂的權力分立制衡又在哪裡呢？完全沒有。所以未來啊，這個情報政治你當然是要中立、客觀、真實，不受到任何的政治影響。畢竟你是要打仗嘛，你要看的是真實的東西，要報告的也是真實的內容。那現在呢，是任命他的忠誠，任命他的親信。所以未來情報機構還能夠再提供真實的訊息嗎？還是會提供政治鬥爭的工具？還是會沒什麼用，反正都只是幫川普的作為來做出決策呢？所以本來啊，在美國他的任命是有參議院要有聽證啊，要有同意啊什麼的，但現在呢，川普啊直接透過代理任命，然後就繞過了這個手法。所以，在美國政治當中的權力分立啦，或者是這些的有效制衡機制啊，其實完全崩塌啊。那本來的專業取向也向個人效忠全面投降。
所以在未來呢，表示第一個政治極化更加的加深了，忠誠會壓倒一切。第二個呢，整個的制度空轉，然後川普他的帝王總統性格啊，又一定會更加的加劇，所以各種的監督跟制衡呢，也可能都會被掏空。那至於在外交戰略當中呢，我們只能夠敬請期待。好，而且我強烈的懷疑哦，你說普爾特能夠提供什麼樣的情報資訊呢？他以後所提供的情報資訊，可能是告訴川普說，全世界哪裡的房地產會漲，可以去炒。所以川普從炒股、炒幣，接着來炒房地產。对，好，那犯了同樣錯誤的，其實呢，刚剛我們討論了嘛，除了川普之外，再來就是赫格塞斯，他最近也做了類似的事情哦。那我們來看到的是，他阻擋了8名的海軍上校的升遷案，而且在非常有爭議的原因，是因為他還提拔了一位是他的親信哦，來升上這個案子。那麼被卡住的官員有2位是女性，有2位是非裔，也在當中涉及到是否有這個種族歧視的問題。再來就是赫格塞斯，他上任之後被統計說已經撤換超過20位的將領級的軍官，被質疑是否只打造聽命於川普的軍隊呢？幹哥怎麼看？好，什麼樣的組織出什麼樣的奴僕，對不對？一定是這個樣子吧？赫格塞斯完全學川普那一套，而且川普還放任他這樣。我記得這個事情我們幾個月前才剛講過嘛，對不對？他今天阻止了2名非裔的上校要晉升准將，又阻止了2名女性要晉升准將。當時我們就很大的那個挞伐声。他現在更可怕，他现在已經阻止了8名的上校要升那個准將。因為他們的制度，美國的那個軍隊的制度是一定要先升上准將，才能升上少將。跟一般的國家不太一樣啊。那但是以美國軍人上校要升到准將，這是一個很大的光榮。坦白講，是對整個家族都是很光榮的事情。可是呢，他竟然橫生枝節就阻擋這些人，為什麼？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這些人不是那種跟他理念相同的，或者是他們是非裔，就是他們可能是黑人，或者是他們是女性，或者他們是多元的，大家就知道。也就是說，在性別認同上面，他是不准跨性別者。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有這樣的上校就被他阻止，這個人絕對不可能升上去。為什麼？因為他可能是同性戀者的嘛，絕對沒有他的份。好，那之後結果你知道，他說這是維繫軍中優良的傳統。然後因為拜登當時沒有維繫這樣優良的傳統，造成美國軍隊的素質會下降。可是拜登當時也講了啊，他要卸任的時候也講，我們就是因為不計較他的膚色、種族，我們只看他的能力，所以這樣子。那你知道他現在已經阻止8名上校了，他還要阻止什麼？他說以後記者不要給我到我的辦公室來。